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万历15年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著作，它更是一部关于人性、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深刻反思。通过这本书，黄仁宇先生让我们看到，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事件，它还蕴含着对现实的深刻启示和对未来的警示。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权力运作的机制、社会变革的动力以及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位置。在开始详细介绍这本书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回到1587年，那个看似平静的年份，我们能否预见到明朝的覆灭？或者，我们能否想象到一个小小的决策如何能在数十年后引发巨大的社会变革？黄仁宇先生通过万历15年告诉我们，历史的发展并非偶然，而是由无数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和决策共同推动的。让我们先从一个名人事迹开始。万历皇帝，这位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1587年正经历着他统治的第15个年头。这一年，他年仅24岁，正值青春年华。然而，正是在这一年，他开始逐渐疏远朝政，沉迷于个人享乐。黄仁宇先生通过详细的历史资料，揭示了万历皇帝从励精图治到消极怠政的转变过程，以及这一转变对明朝命运的影响。第一部分，万历皇帝的困境与抉择。在万历15年中，黄仁宇先生首先为我们描绘了万历皇帝的困境。万历皇帝即位时，年仅10岁，由张居正辅政。张居正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试图挽救明朝的颓势。然而，随着张居正的去世，万历皇帝开始亲政，但他很快发现自己面临的困境远比他想象的复杂。万历皇帝的困境可以从心理学中的决策疲劳理论来解释。决策疲劳是指人在连续做出决策后，决策质量会逐渐下降的现象。万历皇帝在亲政初期，面对着来自朝廷内外的各种压力和期望，他需要不断地做出决策，这使得他逐渐感到疲惫和无力。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理解决策疲劳的原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例如，在工作中，我们可以尝试将重要的决策安排在精力充沛的时段，避免在疲劳状态下做出仓促的决定。此外，学会授权和分权也是应对决策疲劳的有效方法。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写道，万历皇帝在亲政初期，励精图治，试图有所作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感到力不从心，最终选择了逃避。这段话生动地描绘了万历皇帝的困境，也让我们看到个人的力量在庞大的官僚体制面前是多么的渺小。第二部分，官僚体制的腐朽与无奈。接下来，黄仁宇先生将目光转向了明朝的官僚体制，他详细描述了明朝官员的选拔、考核和晋升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如何导致了官僚体制的腐朽和无奈。官僚体制的腐朽可以从群体极化理论来解释。群体极化是指在群体决策中，群体成员的观点往往会比个体决策时更为极端。明朝的官员们在长期的官僚体系中，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和利益集团，这使得他们难以接受新的思想和改革。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理解群体极化的原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团队合作和决策。例如，在团队会议中，我们可以尝试引入不同的观点和意见，避免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此外，学会倾听和包容也是应对群体极化的有效方法。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写道，明朝的官员们在长期的官僚体系中，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和利益集团，这使得他们难以接受新的思想和改革。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官僚体制的腐朽，也让我们看到体制的变革是多么的艰难。第三部分，社会风气的颓废与挣扎。在万历15年中，黄仁宇先生还描绘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他指出，明朝中后期的社会风气逐渐趋于颓废，人们普遍缺乏斗志和希望。社会风气的颓废可以从习得性无助理论来解释。习得性无助是指个体在经历连续的失败和挫折后，逐渐放弃努力的现象。明朝中后期，天灾人祸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在长期的困境中，逐渐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和希望。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理解习得性无助的原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挫折和挑战。例如，在面对困难时，我们可以尝试设定小目标，逐步实现，避免因为连续的失败而失去信心。此外，学会积极思考和自我激励，也是应对习得性无助的有效方法。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写道，明朝中后期的社会风气逐渐趋于颓废，人们普遍缺乏斗志和希望。这段话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也让我们看到社会风气的转变是多么的艰难。第四部分，个人命运的无奈与抗争。最后，黄仁宇先生通过几个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示了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奈与抗争。这些人物包括张居正、孙实行、海瑞等人，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性格和命运，但都在历史的洪流中挣扎求生。
个人命运的无奈可以从命运共同体理论来解释。命运共同体是指个体在面对共同的困境和挑战时，形成的一种心理联系。明朝的这些官员们，虽然各自有着不同的背景和性格，但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和挑战，这使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理解命运共同体的原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团队合作和共同奋斗。例如，在面对共同的困难时，我们可以尝试建立一种心理联系，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此外，学会团结和互助也是应对命运共同体的有效方法。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写道，张居正、孙时行、海瑞等人，各自有着不同的性格和命运，但都在历史的洪流中挣扎求生。这段话生动地展示了个人在历史中的无奈与抗争，也让我们看到个人的力量在历史洪流中是多么的渺小。通过万历15年，黄仁宇先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历史画卷。他让我们看到，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事件，它还蕴含着对现实的深刻启示和对未来的警示。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不仅让我们了解了明朝的历史，更让我们思考了权力、社会和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和命运。亲爱的书友，如果你对历史、对人性、对社会制度感兴趣，那么万历15年绝对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它不仅能拓宽你的视野，还能让你在阅读中反思自我，提升自我。我强烈建议大家阅读这本书，并尝试将书中的智慧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了过去，也照亮了未来。让我们一起通过阅读万历15年，更好地理解历史，理解社会，理解自己。记住，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你们在阅读万历15年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新的启示和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